空城计。听到叶晨的话，林婉儿和云如歌均是一脸疑惑，他们自然知道空城计的典故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诸葛亮面对司马懿15万大军的围攻，自知凭借几千士兵无法守住城池，于是干脆将城门大开，自己坐在城楼之上，一边弹琴，一边等候司马懿大军。司马懿兵临城下时，见诸葛亮在城楼上微笑弹琴，怡然自得，料定城中必然有诈，故率军撤退。可是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，叶晨如何给吴飞燕唱这出空城计？难道也要叶晨像诸葛亮那样登上城楼淡然弹奏吗？云如歌第一个劝他，叶先生，空城计之所以能发挥作用，是因为诸葛亮让司马懿心生忌惮。可再说句心里话，您若是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无论金陵有没有诈，吴飞燕都一定会派那3位长老来试探您的底细。只有您在暗处，他才会对您心生忌惮。您一旦到了明处，只会逼他跟您决一死战啊！林婉儿也忍不住劝道：是啊，公子，奴家也觉得定远伯所言有理。这种时候，公子想吓退吴飞燕，可能性几乎为零。奴家劝公子还是不要冒险为妙。叶晨见两人都在劝自己不要冒险，他反倒笑出声来，一脸高深莫测地说道：你们2位不要怀疑我的智商，我还没有傻到主动向吴飞燕暴露自己的地步。两人见叶晨笑得十分自信，心中更是疑惑。林婉儿猜出叶晨如此自信，必然已有万全打算，于是便问：不知公子有什么妙招，不妨说出来，让我与定远伯也学习一番。叶晨笑道：2位的人生经历都比我丰富得多，跟我学习可谈不上，咱们最多也就是共同进步呗。说着，叶晨站起身来，道：2位稍等，我取一样东西给你们看。二女只能压住心中疑惑，看着叶晨起身，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幅画轴。林婉儿已经猜到了些许，忍不住问：公子手里的这幅画轴，莫非就是那幅施工的画像？叶晨点了点头，将那幅画拿到2人面前，在中间茶几上摊开，一幅惟妙惟肖的绝世画作跃然纸上。林婉儿看着画中那仙风鹤骨的老者，不禁满脸崇敬地惊叹道：原来这便是施工他老人家的真容，果然如父亲所说，气魄不凡，仙风飘渺。一旁的云如歌惊讶地问：这位难道就是吴飞燕口中常说的师尊孟长生？林婉儿惊呼：吴飞燕跟定远伯说起过施工的事。云如歌羞愧地说道：林小姐还是不要叫在下定远伯了，那只是吴飞燕给在下起的一个花名。说实话，在下一直不喜欢这个称谓，况且在下现在已经弃暗投明，更不愿与这3个字再有任何牵扯。林婉儿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既然如此，那以后我便叫你云小姐。云如歌感激地向着林婉儿拱了拱手，旋即才继续说道：吴飞燕在我们4人面前经常提及孟前辈以及他拜入孟前辈门下的往事，他说这些其实也是为了给我们画饼，让我们知道修道一途可得千年长生，让我们更死心塌地地跟着他。林婉儿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：若是得不到百转千回丹，吴飞燕最多也就能再活100年，想必他现在已经开始焦虑了。云如歌笑了笑，赞同地说道：林小姐所言甚是，最近这2年，吴飞燕明显比以往更加焦虑。过去几10年里，吴飞燕从不为衰老担忧，毕竟她的容貌几百年如一日，不曾变过分毫。但最近这2年，她竟然开始关注护肤了，有时从她身前过，能明显闻到护肤品的味道，想来也是害怕自己衰老。林婉儿嗤笑一声：该来的总是要来，害怕又有什么用处？说罢，她将思绪拉回到面前的那幅画作之中，忽然想明白了叶晨的打算，于是她瞬间瞪大眼睛，欣喜无比地问叶晨：公子莫非是想让师公来替公子唱这出空城计？一旁的云如歌听得诧异，还没想明白这其中关键，而叶晨见林婉儿果然聪明伶俐，一点就透，不禁有些兴奋地说道：林小姐猜得没错，我就是想辛苦孟老祖来替我唱这出空城计。
云如歌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跟不上两人，有些着急地问道：叶先生，您和林小姐所说的究竟是何意思？孟老祖不是已经仙逝几百年了吗？怎么让他替您唱戏？叶晨看着画中的孟长生，问云如歌：云小姐，依你来看，吴飞燕为什么要派三大长老来金陵？云如歌想了想，回答道：常胜伯自曝，我生死未卜，安家人毫发无伤。吴飞燕一不确定敌人是谁，二不确定敌人有多少，三不确定敌人实力如何，四不确定敌人死了没有，这些都是他基于想弄清楚的。除此之外，他肯定还想继续对安家人下手。叶晨点了点头，说道：云小姐说的没错，这些都是吴飞燕眼下10万火急的。说着，叶晨指着画中的孟老祖，开口问他：云小姐觉得这世间能认出这画中之人是孟老祖的人有几个？云如歌瞳孔猛地一缩，惊呼道：除了我们之外，恐怕就只有吴飞燕了吧。云如歌并不知道江老太太一家的往事，只知道孟长生仙逝多年，认识他又能活到现在的人只有吴飞燕一人。叶晨也没有延伸话题，便顺着云如歌的话点头说道：既然这孟老祖如今除了我们只有吴飞燕还认识，那若是这幅画明天忽然在金陵问世，一旦吴飞燕看到，他心里会怎么想？云如歌惊骇道：那他恐怕要被惊到五雷轰顶了吧。在他看来，这世界上见过孟老祖而且还活着的人应该只有他一个，而金陵忽然出现孟老祖的画像，他到时候岂不是要马不停蹄地飞过来？林婉儿轻笑说道：云小姐多虑了，若是这幅画忽然在金陵问世，吴飞燕反而绝不敢来。云如歌不解地问：为什么？这是他师尊的画像，时隔几百年，师尊的容貌重现于世，他难道不想弄清楚究竟是谁将这幅画拿出来的吗？林婉儿笑道：他当然想，恐怕还得是抓心挠肝的想，但话说回来，他越想弄清楚这些，也就越不敢来金陵。说罢，林婉儿看向叶晨，赞叹不已地说道：公子果然有大智慧，这一出空城计，奴家真是自叹不如。一旦这幅画明日在金陵问世，恐怕会将吴飞燕吓得肝胆俱裂。叶晨点了点头，坏笑一声道：真是巧了，金陵刚好正在搞一个书画展，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优秀的书画作品，书画协会和地方上最近为了这个书画展也一直在各大媒体上造势。这幅画虽然没有留下作者的任何姓名，但这画工斐然，意境也十分不凡，从艺术角度绝对不输华夏历史上那些知名画家，所以只要这画一拿出来，必然会在书画圈子里引发不小的震动。吴飞燕不是正在密切关注金陵吗？只要这画问世，他就一定会关注到，届时他心里一定会有很多个问号，他一定想知道究竟是谁将他师尊的画像拿了出来，而他一定更想知道拿出画的人与他的师尊究竟有什么关系，会不会是他师尊在他前面收的弟子？如果是，那对方可能已经超过500岁，已经得到了百转千回丹，实力恐怕比他强出不知多少。他也一定想知道，为什么他麾下2位伯爵刚在金陵一死一失踪，紧接着第2天师尊的画像就在金陵横空出世，而他一定很想弄明白，拿出这幅画的人和逼许长青自爆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如果是，那人为什么没有死于许长青自爆？而他也一定很想弄明白，对方为什么能在许长青自爆中活下来？为什么紧接着就将师尊的画公诸于众？除此之外，他恐怕更想搞清楚，对方这么做究竟是意图，是不是想敲山震虎，想以此来告诉他，对方早就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，知道他是孟长生的弟子。一旦他想到这一层，那他就会意识到，对方已经扒清了他所有的老底。到那时，这个平时电话里都要用变声器的女人，恐怕会惶恐得如惹祸上的蚂蚁，倍感煎熬的同时，又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而这还不是最困扰他的问题，最困扰他的一定是这个人知道他的所有底细。这么做
是不是想引诱他来金陵，或者引诱他派更多的人来金陵送死？说到这里，叶晨讥笑道，我相信当吴飞燕脑子里有这么多问号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对金陵投鼠忌器，到那时我给他个胆子，你看他敢来吗？就算那3大长老已经到了金陵，他也会第一时间将这3人叫回去。云如歌有些疑惑地问道，叶先生，在下不懂兵法，也不懂阴谋阳谋，在下对空城计一直有一个疑惑，那便是司马懿既然有15万士兵，诸葛亮大开城门，他为何不派1万兵马，甚至2万兵马进去探探虚实？叶晨微微一笑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你接到一个诈骗电话，对方在电话里说，只要你把你所有的15万都转给他，他就能让你1天之内赚1倍，而你心里已经坚定不移地认为对方就是个骗子，那你会不会从你15万家当里拿出1万甚至2万打给他试试看？云如歌愣了愣，随即惭愧地说道，在下明白了，多谢叶先生点拨，看来在下这些年一心修道，谋略落后太多。林婉儿看着叶晨，眉眼已经笑弯了腰，她愈发觉得叶晨这个人很有意思，有资本且善良，有实力且有正义感，同时又十分聪明，更难得的是还很幽默。于是他便笑着说道，公子，吴飞燕有朝一日要是知道公子这么算计他，怕是要气得少活20年。说着，林婉儿促狭一笑，说道，公子既然有如此良计，那不妨在这幅画上提几个字，效果怕是会更好。叶晨笑着问道，提什么字呢？林婉儿笑道，就点到即止地提上孟老祖的生平简介吧。孟生，字长明，长安人，生于大唐麟德元年，后自号长生居士，改名孟长生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